2024年的美国大选可能是美国史上最抓马的一次选举了。这几个月来美国大选突发事件不断，多次洗版全球媒体，而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川普的重磅回归也很快速的席卷了全球的新闻头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2024年美国大选以及川普的回归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美国大选在11月5号落幕，那虽然截稿前票还没有全部开完，但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川普正式当选美国第47任总统，也是美国近132年来第一位连任失败之后又重返白宫的总统。但缔造历史的还不只是川普的重磅回归，还有波涛不断的选战过程。川普取得胜利之前呢，不仅被定了罪，甚至还挨了子弹。而对手民主党这边呢，则在选前3个月把候选人从拜登换成贺锦丽，也是美国史上罕见的临阵换将。而且在选战的主线之外呢，还有各种的支线比如说各种名人的表态。力挺川普的马斯克还因此杠上了挺贺锦丽的泰勒斯，为这场大选带来了更多的抓马。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选举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也会聊聊川普胜出的关键是什么，他的回归又会对于世界、对于台湾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在台湾时间11月6日的晚间，川普率先自行宣布当选，并且发表了胜选演讲，感性的向支持者们喊话，说自己接下来会持续的为人民而战，努力的修复国家，也呼吁民众团结，把分歧抛在脑后。此外呢，川普也自豪表示他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副手范斯也异口同声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回归。而这一次呢，他们确实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不仅川普以着显著的优势当选总统，共和党呢更取得了国会过半的席次，这也是川普第一次可以全面执政。川普确定胜选之后，各国的官方也纷纷的声明致意，包含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德国总理肖兹、英国首相施凯尔等等的国家领袖，还有目前仰赖美国军援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在第一时间祝贺。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则是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尊重美国人民选择，并表示会继续的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对待中美关系。那除了各国官方互动之外呢，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高度的关注这位不爱牌里出牌的政治强人历史性的回归。不过这次大选不只是结局引人注目过程更是高潮迭起，爆发了一连串的突发事件。首先要从川普与拜登的2次对决谈起上次败选之后，川普就一直透露有意再度出马，今年3月也顺利的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参选，再度的对上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拜登。但川普除了忙着打选战，也在忙着打官司。他近年来呢，一共面临了近100起的民刑事诉讼，而就在他这个正式参选没有多久之后，就在其中一起刑事重罪案件当中被判有罪，成为了美国史上第一位被定罪的前总统。不过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选情，至少民调并没有因此出现太大的变动。根据 Real Clear Poll 的这个综合民调，川普从3月参选到被定罪之后，都一直以微幅的优势领先拜登。真正让民调出现波动的反而是拜登的表现。在6月底的首场电视辩论会上，拜登多次忘词、口误结巴，这样的表现呢，也被美国各大媒体一致评价为虚弱、语无伦次。事实上呢，高龄81岁的拜登作为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早就被质疑太老了。而这次辩论会上面展现的老态，更让许多的选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无法继续的胜任美国总统。而这种担忧呢，也反映在民调上面。辩论会之后呢，川普的领先幅度开始扩大，综合民调当中的支持度更一度高出拜登 3.4%， 这也是双方在正式参选以来的最大差距。因此，民主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呼吁拜登退选的声音，但拜登本人完全没有退役，公开喊话说自己会选到底。这种状况呢，也使得民主党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引发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又爆发了另外一个核弹级事件，川普中枪了。7月13号呢，川普在一场造势活动当中遭到枪击，右耳更被子弹给划伤。不
不过在枪手被现场特工击毙之后，受伤的川普还起身向群众挥拳高喊 "Fight"， 引起现场热烈的欢呼。这个振臂高呼的画面呢，也在网络上面爆红，让川普的声势大涨，共和党也因此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声势。而对于还处在低潮跟分裂危机之中的民主党，这无疑是雪上加霜。那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包含了奥巴马、佩洛西等等的党内大咖都开始对拜登施压，劝他主动退选。而民调结果呢，更是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川普遇刺之后，拜登不仅全国支持度持续的落后川普，但关键摇摆州更是全部的居下风。而这样的情况呢，迫使拜登最终在7月21号宣布退选，而当时距离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100多天。拜登退选之后，主动表态支持自己的副手贺锦丽，而民主党也快速的重整阵营，并正式提名贺锦丽参选总统。而这个决定呢，也一举扭转了他们的腿势。8日出的综合民调显示，贺锦丽的全国支持度以 0.5% 微幅领先。那虽然这个差距很小，但这是近1年来民主党候选人第一次反超川普。到了9月中的第2次总统辩论会，贺锦丽跟川普的首次正面交锋也火药味十足。这次贺锦丽也替民主党甩开了上次辩论会的阴霾，媒体多半认为他居于上风，成功的掌握节奏，并发挥战术激怒川普，来凸显对方情绪化的一面。会后，贺锦丽的支持度也再次上升，以 1.5% 差距领先。不过这个差距呢，其实还是在误差范围内。分析普遍认为这个优势微乎其微，随时可能再次的打平手或出现逆转。而在这样子焦灼的战况之下呢，美国名人纷纷开始表态站队，民主、共和两阵营也各自使出了浑身解数做最后的冲刺。早在去年呢，马斯克就高调的表态支持川普，而在选战的后期，作为世界首富的他呢，更是出钱出力拼命的拉票，不仅大笔捐款到造势活动站台，也一直在 X 上面狂发文挺川普，批评贺锦丽，甚至呢也会调侃贺锦丽的支持者，比如天后泰勒斯。泰勒斯在9月中在 IG 发文表态支持贺锦丽，结果却因此被马斯克发文调侃骚扰。不过在这之后呢，包含了怪奇比利宾昂斯还有阿姆里奥纳多、史嘉丽乔韩森、小罗伯道尼，甚至 NBA 球星LeBron James 等等，又有更多的重量级明星陆续的表态支持贺锦丽。不过名人的加持并没有改变选战的僵局，从10月中开始，综合民调当中双方的支持度差距呢就都维持在 0.5% 以内，也出现了轮流居上状况，尤其在关键的摇摆州也维持平手僵局。因此在最后的关头呢，双方阵营也都砸下了重本，花费上亿的美元在关键摇摆州大打广告战。统计显示光是在关键摇摆州的这个电视广告支出，双方阵营就都花了超过1亿美元。而根据 Open Secrets 的报告呢，这次大选2主要政党的竞选支出以及其他相关花费加起来预计高达了159亿美元，很可能是美国史上最贵的一次选举。不过民主党的整体广告花费呢，整体比共和党要高出许多。而尽管有更多的明星声援花了更多的广告费，最后贺锦丽还是输掉了这一仗。台湾时间11月6号的晚间，开票结果显示，川普拿下了过半票数，确定将再次的入主白宫。在2024的美国大选当中，川普不仅成功的当选，而且成绩更胜以往。他这次不仅赢下了所有的摇摆州，甚至呢在普选票数上面也超过了对手。这不仅呢是他在2016年当选时没有达到的成就，也是共和党20年来第一次赢得普选。中国民调显示川普呢这一次除了稳住核心选民之外，还吸引了更多的拉丁裔以及年轻选民。首先在拉丁裔选民当中，川普的支持率就从2020年的 30% 成长到了 46%， 而在18到29岁的年轻男性当中，川普的支持度也从2020的 41% 上升到 56%， 甚至在年轻女性当中也从 33% 涨到了 40%。随后分析认为呢，川普之所以能够扩大这些的支持基础，关键在于他主打移民经济2大议题，成功的打中了拜登执政4年的软肋，并获得了选民的共鸣。首先，面对拜登任内非法移民创新高所引发的社会不安，川普呢就多次把美国的犯罪问题归咎给非法移民，誓言呢会铁腕手段驱逐这些无证移民，强化边境执法。报道指出，川普这样子的强硬立场，除了保住他在白人选民当中的基本盘之外，也获得了许多拉丁裔年轻选民的支持。分析指出，这是因为对于这些本来就有合法身份的拉丁裔选民来说呢，移民法规的变动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但是社会对于非法移民的反感就会波及到同肤色的他们身上，因此一些人呢反而会往这个反移民的方向靠拢。另外呢，许多民调也显示，这次美国选民普遍最在乎的就是经济问题。
塔夫兹大学所做的这个民调就显示，在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上面，排行第一的就是经济跟就业。全体选民当中呢，有 39% 选择这个答案。有分析认为川普之所以更能够打动选民，未必在于他的政策比较好，而是选民不满拜登的执政表现。因为过去4年呢，在疫情俄乌战争等等因素之下，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BBC 报道也指出，很多选民都说投给川普是因为他当总统时美国经济状况更好。反观作为拜登副手的贺锦丽不仅有这4年的执政包袱，分析还认为临阵上场的他政策论述也很不完整，没能够说服选民。不过其实在美国人眼中贺锦丽的整体形象比川普更好。美联社出口民调就显示，有过半数的选民认为贺锦丽的道德素养还有心智稳定度都比川普更高。而选战期间呢，贺锦丽也试图以捍卫女性生育自主权、维护民主体制、应对气候变迁等等的口号，强化这样的形象。但分析认为，这些特质反而可能对他不利。一来是因为这些都会强化他的精英形象，导致非白人选民流失；二来是比起这些进步理念呢，多数选民更在乎的是实际的民生问题，因此会更期待一个强人，而不是道德完人来治理国家。但话又说回来美国总统人选影响的也不只会是美国的内政，更势必会左右全球的政治局势。首先，有专家认为呢，按照川普上次执政的表现和他这次喊出的政策，美国的对中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虽然抗中呢现在是美国2大党的少数共识，不过分析认为比起拜登那样子拉盟友一起抗中，川普更可能重回他第一任的模式，也就是单挑中国。比如他这次针对中国提出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提高关税 60%， 那就目前所知不太可能呢会有其他的国家会跟进这么高的关税，所以很可能呢是美国自己对中国的双边关税战。此外呢，选战期间，川普提到台海问题是跟中国的谈判筹码，要跟台湾收保护费等等的言论，让许多专家认为他现在有意将抗中跟保台脱钩，所以不一定呢会像上次那么有台，甚至呢在保护台湾、抵御中国入侵上面也会有所保留。不过，报道者访问到的这个专家指出，川普上次执政也曾经喊出要撤军，来要求这个北约国家还有这个日韩提高军费，这和对台湾喊出的保护费一样目的呢未必是真的要撤手不管，而是认为不能够只有美国单方面的投出资源，要求盟国一起负担成本跟责任。而许多的分析呢也指出，在以哈俄乌战争当中呢，在所有的盟国之中，美国都投注了最大量的资源，因此川普的首要目标应该会是追求呢尽快的停战来减少军费支出。所以相比注重人道主义的拜登还有贺锦丽，川普更强调要支持以色列来快速的结束战争。而在俄乌战争上面，他也有宣言呢要在明年初为战事画下句点。那以现在的战况来说，如果要达成这个目标，乌克兰很可能就会需要妥协。此外呢，在各种的国际议题上面，川普政府若判断不平衡或不划算，都可能会选择收手离场。比如在气候变迁议题上面，他就很可能呢会像上次执政那样子，取消各种相关法规、国际合作，包含再次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针对川普这种策略专家认为比较好的状况是，如果其他国家可以配合，美国就未必会退出，那这些国际事务或许反而会得到更多的资源。那如果其他国家没有意愿或是能力配合，可能美国就会真的退出。那有专家就担心，这样不仅可能会改变全球议题的进程，也可能导致美国在国际上面失去信用，甚至可能会让中国或是俄罗斯有更多的国际舆论的操作空间。8年前川普当选之后呢，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纪元，而贸易战打得火热，也连带的促进了台美关系的发展。后来拜登政府也延续这个路线，台美关系来到了历史高峰，也透过联合盟友抗中的策略，让台海问题国际化。但是很多台湾的政治学者呢，却对于川普的第2任期感到忧心忡忡。一大原因是，其实当初川普任内的那些友台的政策，都是他当时的幕僚推动的，而这些幕僚几乎都跟川普反目，不会再加入川普团队了。另外，从这一次的选战当中，他对于乌克兰的态度看来，他们也担心在中国犯台的时候，川普政府可能不会保护台湾。再加上他也没有像拜登那样子明确的承诺保护台湾不受中国侵犯。那这些学者的担忧呢，我们觉得不无道理，但我们同时也觉得或许还不用那么的急着下结论，因为选战期间他对于台湾的论述，老实说不是很多，也没有很具体，多半只在谈中国的时候顺带提到而已。而且他也还没有真的上任，幕僚团队也还没有找好，所以还是可能呢要看他找了谁当外交、国安这块的幕僚，才比较能够看出端倪了。另外，我们也觉得川普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就是捉摸不定，不按牌理出牌，所以现在真的很难断言说他一定会采取哪种做法，甚至他也可能不会采取一个固定的做法。
毕竟他本来就蛮尝试情况去改变他的立场。比如他之前执政的时候呢，就曾经以中资背景造成国安威胁为由，试图禁掉 TikTok。结果今年拜登政府想要立法禁 TikTok 的时候呢，川普又因为金主游说和想要争取这个年轻选民的关系，倒戈反对法案支持 TikTok。所以如果他上任之后继续维持这种作风，随着情势的变化，一下子对台湾不友善，一下子又很友善，我们觉得也都是很有可能的。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在这选战当中，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A. 川普被定罪 ，B. 川普中枪 ，C. 拜登退选换贺锦丽 ，D. 马斯克、泰勒斯的社群演上事件。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2024美国大选。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美国禁 TikTok 以及拜登退选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